话都说了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人家黑眼都知道日本人不好惹，咱干嘛惹他呀？啊！再说了，有好处不要，那不是傻子吗？老爷们的事，老娘们少插嘴。我是怕到时候人家两家都答应了，好处都让人家给拿走了。谁答应了？我这也是瞎猜的。我怕你成了冤大头，日本人拿你当靶子打。行了，你少掺和这事儿。那你到底干不干呐？我倒是觉得，日本人的3·8大盖儿有点意思。那是。什么？据可靠消息，那个日本人野村次郎已经见过花脖子和于占鳌了，袭击我们的武器也是他从青岛偷运过来的，只是不知道他到底给了哪一家。这帮土匪真和日本人勾结起来了？只知道他去过，不知道结果怎么样。哼，反了他们了还啊！日本人来了，想当汉奸是吧？那就对他们不客气。小严，明儿一大早组织队伍下乡剿匪。嫂子，我出去一趟，上哪儿去啊？大余家村。大余家村啊，那不是于占鳌的地儿吗？我就找他去呢。你这个人也真是的，人家来了好几趟了，你连门都不让人进，这回怎么翻过头想去找人家？不是啊，我听说那个野村去找过于占鳌，要给他枪个炮的。野村这是要干啥呀？我也纳闷呢，还打着我的幌子，我怕这里头有事儿。这俊杰也提醒过我要小心日本人。于占鳌这一脑袋浆糊的，我怕他为野村给算计了。那你赶快去吧。哎，我去了啊，路上小心啊。哎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有人找。谁呀？九儿姑娘。跟他说我不见，说不在。啊？干啥不见呀？九儿姑娘，怎么你也学会当缩头乌龟了？咋说话呢？啊？我不见你就是乌龟，那你不见我你是啥？那是我愿意。我来找你啊，有正事儿啊。有正事儿，就上炕说。于占鳌，哎，于占鳌，于占鳌，于占鳌，不正经，闹！你再闹，我让你兄弟看看你啥德行啊！你个臭娘们，你下手太狠了吧你！咋了？说啥事儿？野村找你了，咋的？他给你枪，你要了呀？老子本来就缺枪，有人白给我还不要啊！再说了，都是3·8大盖儿，有了这些枪，我谁都不怕。你知不知道吃人家嘴短，拿人家手软啊？日本人能让你白占便宜啊？那野村啊，我打过交道，不是什么善茬，你小心让他算计。人家可说跟你是朋友，我这是给你面子。你别给我面子，我跟他也不是朋友，我跟他只做生意。谁像你啊，还真把日本人当好人啊？日本人咋的了？啊，好歹人家日本人高看我于占鳌一眼，不像有些人狗眼看人低。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啊！我听说这日本人啊是来祸害中国人的，他们给你枪给你炮，能让你干啥好事啊？你不许跟他们来往。你是谁呀？凭啥管我？我的话你听不听啊？你要是我女人，我就听。我不是你女人啊！你看，那你刚才你说，于占鳌，我是来警告你的，你爱听不听。你要是不听呢，你就当我没说。你爱跟日本人咋样咋样，你别把我扯进去，让我背黑锅，知道不？
哎，干什么呢？麻烦你通报一下，在下张俊杰求见朱县长。朱县长没空，你回去吧。你得把我的名字报上去，才知道他有没有空吧？哎，我说没空就没空，他正要带兵下乡剿匪呢。走吧。现在剿匪？你要硬闯，我对你不客气啊。走吧。小严，张俊杰。俊杰少爷，好久不见了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们要去剿匪，是，马上出发了。早不剿晚不剿，日本人要来了，你们去剿匪。县长担心鬼子来了和土匪勾结上。土匪和鬼子有勾结吗？县长啊，你看谁来了？哟呵，朱县长，大秀才，终于回来了啊！朱县长，有日子不见了。您这是要去干什么呀？剿匪，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剿？此时不剿更待何时啊？等他们和日本人勾结起来，当了汉奸再剿吗？县长，你有土匪和鬼子勾结的证据吗？小严，告诉他。我们收到情报，一个叫野村的日本人分别找过于占鳌和花脖子。然后呢？不知道他们谈了什么。不知道。不知道就剿。现在在高密活动的日本人不止一个。据我所知，日本人最近去过很多高密的大户人家拜访。你为什么不连他们一起都剿了呢？就因为于占鳌手里有武装，鬼子就快打来了。万一他和鬼子勾结起来，祸祸老百姓。那不是我县长失职了吗？正因为鬼子要来了，我们才不能轻易去剿。为什么？你觉得韩主席能挡住日本人进山东吗？这跟韩主席有关系吗？有关系。如果他挡不住日本人，济南一旦沦陷，高密能顶得住几天？到时候你还指望谁去抗日？我早就想过了，自古以来，文死谏，武死战。老朱我行武出身，那就让我当个死战的文官呗。到了战场上，战死疆场，以身殉国。您不能这么想。你既然决意抗战，你就是高密抗战的一面旗帜。你要集结所有的抗战力量。有些武装完全是可以成为抗战力量的。武装？土匪武装？据我对于占鳌的了解，他不可能当汉奸。就算是花脖子，你也得证据确凿以后才能去剿。没时间了，鬼子就来打来了，来不及，顾不了这么多。县长，队伍集合好了，可以出发了。好，出发。县长，不能去。张俊杰呀，张俊杰，你知道不知道？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呐！走开，你给我走开！去，走开！您还记得02吗？2年前我走的时候，我是带着对你的满腹怨恨。可是，在外面这2年，我慢慢的开始原谅你了。我试着站在你的角度去看待这件事情。我知道你一心一意为高密好，想为高密做点事儿，可是您的工作方式错了，真的错了。否则02也不会死。2年的时间了。您就没从02的事上悟出些什么吗？县长，今天你要不由分说的去剿匪，你也许就在犯一件比02的事还严重的错误。此话怎讲啊？您不能把一些无辜的人推到您的反面，您不能把一些本来可以帮你抗战的人推到鬼子那边去。县长，给我点时间，我去见见于占鳌，
我希望我能说服他站到你这边来，和你一起携手抗日。国家用人的时候，多一个人都好啊，望你三思。他于占鳌要是当汉奸呢？如果他当了汉奸，我张俊杰也饶不了他。我一定回来及时通报，带你去剿他。还有花脖子和黑眼呢？我去了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及时通报。县长，您手下就这么一支警备队了，为什么不留着打日本人呢？2年没见，学了不少东西回来啊。士别3日，但刮目相看啊。好，我就听你一次，不过你给我记着，他们只有一次机会。如果他们真的当了汉奸，一定早点向我报告。放心吧。张姐姐，你怎么进城来了？我找你啊，你去帮我劝劝于占鳌，你会讲道理，他兴许会听你的。那边清静点，咱们到那边说。好。走。上回我见你，我以为你拿我的话当耳旁风了呢，看来你真的听进去了。哎，要都像你这么明白该多好。我也没多明白，我就是觉得野村那个人不简单。但是你去劝于占鳌做得对。我劝也劝不动啊，他也不听。我昨天从大余家村回来啊，一宿没睡，这不一大早就来找你了吗？你一定要帮我劝住他。不瞒你说，我正要去大余家村找于占鳌呢。你跟我说的这些，让我对他那儿的情况多了些了解。放心吧，我这就动身。好。咋才能弄到3把大盖儿啊？大妹妹，哎呀，大哥，你咋来了呢？那老太太我绝对不跟她一块住了。没见过那么抠门的，那一碗饭就放一碗清水，放俩萝卜条。大哥，今儿早上吃啥呀？就惦记吃，你给我出去！我这想事儿呢。你想什么事儿呢？你跟我说说呗。你说说，我给你参谋参谋。也行，先借你这狗脑子使使。这么回事啊？日本人来找过我，想收编我。他们说了，等他们来了以后呢，让我跟他们合作。我不当汉奸啊！哎呀，不过他们开的条件实在是太残忍了。啥条件？大洋啊，给大洋！就他娘认钱，钱好使啊。枪啊，不要，还得要钱。日本人的枪，3把大盖儿，好使着呢。老子整个青岛都跑遍了，就见过那么一支，就那么一支，还没买着。他们说，只要我跟他们合作，什么小钢炮啊，什么3把大盖儿和子弹，管够。那就合作呀！你把枪拿来，你给我，我拿到青岛卖了。娘的，不长记性！我跟你说完了，老子不合作，老子不要钱，只要枪。你说你这个人怎么就想不开？你是什么人？土匪咋的？对呀，你又不是劫富烈女，你那点贞操早就破了。土匪是什么？土匪他是有奶，他就是娘。你只要拿到你想要的东西，你管他呢？你先换到手再说呀！你是啊，先换到手再说。啊，狗脑子挺好使啊你！几千块钱说到我心里去了，行啊你！大哥，来，大哥，您猜猜外面谁找您？谁啊？张俊杰。啥？他回来了？快，让他进来！嘿，哎，等，那个，这么些年没见了，我不能让他再小瞧我。
招呼弟兄们啊，让他在场院候着。好嘞。哎，都精神点啊，精神点！戴大牙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俊杰少爷，真是你啊！九儿怎么样？现在还好吗？他好着呢。我说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心里还惦记他呢？当然了，我走这2年，心里最惦记的就是他了。你眼瞎呀？没看见我坐在这儿呢？啊2年了，一点长进都没有，看不看你有什么区别呀？大牙，给九儿去捎个信儿，说我这2年有时间去看她。哎，好嘞。你是不是诚心招我的你？你整天庸香未育的，还管九儿的事儿干什么？哎，咱们要不现在去吧？现在站住！别动！现怎么跟大哥说话呢？出去2年翅膀硬了是吧？子弹都没装，吓唬谁呢？2年没见，长本事了。好，停。知道你们缺粮食，这是我变卖家产买的5000斤，送给你们。更知道你们缺枪，30支韩阳造，算是见面礼了。你这次又是来入伙的？可以这么说吧。但是我有个条件，拿了我的枪，就不能拿日本人的枪。这次回来了，就不许再走！兄弟们，俊杰兄弟是咱们自己人啊！往后在我的杆子里边，我是老大，他就是老二，听明白了吗？听见了！吩咐灶上给我做几个好菜，我今天要跟俊杰好好的喝一盅。哎，嘿嘿，走走走。这是咋弄的？我刚才看你那2下子，你这2年练过呀2年里跑了不少地方。我明白一个特重要的道理，不仅要有家，还要有国。国要是亡了，家也保不住。哎，行了，兄弟，你要讲大道理，咱喝完这顿酒的行不行？别在这桌上给我上课了，我真受不了啊！那个，有女人了吗？有没有？和你有关系吗？哎，我这当哥哥的问问还不行啊？没有。没有啊？那你不会还惦记着九儿吧？张傲，你这么在乎九儿，怎么还和那个灵儿在一起呢？那人瞧不上我呀！啊，人不稀得搭理我。我跟你说实话，谁我都能收拾得了，我就是收拾不了他戴九莲，啊！你回来没跟他见面？见了。
啊？一回来就跟他见面了？那你俩说啥了？说。于占鳌啊，2年了，怎么没点长进呢？啊，人家九儿这么多年，拉扯着孩子不婚不嫁，不就等着你吗？你呢，在这跟别的女人过日子，难怪九儿为你伤心。他为我伤心？哎，他跟你说啥了？啥也没说。我不信。真的，提都没提你。哼哼，要我说呢，这女人她眼睛就长在这儿了，根本看不上我。瞧不上没关系，指不定将来谁比谁有出息呢。跟你开玩笑呢。九儿还是挺关心你的，专门嘱咐我，让我拉你回头。你咋也学会耍人了你？我比你有长进呢。来，盼我回头。回头。你怎么想？我知道，他呢，想跟我过太平日子。不过，从我落草那天起，就已经不可能了。兴许这辈子我跟他没缘分了。哎，都说了，说点开心的事儿，不说这事儿。那个，你说说你这几年在外边都干了些啥吧？咱们从最近说起吧。好。鬼子已经进山东了啊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就是为这回的东北乡。不过呢，我又不明白了，跟日本人干仗那是官府的事儿，关咱啥事儿啊？张，我得跟你认真的说一件事儿。现在和以前大不一样了。你应该和朱浩三摒弃前嫌，将来一致抗日。我和朱浩三？对。兄弟啊，我这辈子跟他都不。你是不是跟他见过面了？见过。那他还打算剿我吗？不一定。你看看啊，你咋不让他那个去那个什么贤呢？我已经把他劝住了，人家明白这个道理。那你是上我这儿来当说客了？我跟他说的，也跟你说了。你还打算跟他有来往？当然。将来要是抗日的话，咱们离不开他。兄弟，我跟他是死敌。哎，人家朱豪三就有这胸怀，让我自由的来你这里。你呢？这么大人了，怎么小肚鸡肠的？这点胸怀没有？好，我信你，我信你是我兄弟，我信你不会坏我的事儿。我这次回来，就是要组织高密人抗日的。来，哎，丽儿，你看谁回来了？哟，你咋回来了？在外面待累了，就回来了呗。哎，俊杰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，往后他就是咱们队伍上的二当家的。走。来，站这儿。兄弟们，怎么了？拉杆子有几年了，可一直没个名号，啊！今天呢，有个兄弟给咱起了个名字，叫高密义勇军。高密义咋样？听着多带劲，多响亮啊！啊！往后咱们就这么称呼了，就叫高密义勇军。义勇军！哎，还有呢啊！也别管我再叫大哥了，得叫我司令，于司令。下面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兄弟，就是他给咱们起的名字，
他叫张俊杰，这老弟兄们都认识他，新来的不知道他。我这位兄弟啊，那是个文化人啊，肚子里有的是墨水。往后，我是司令，他就是副司令，欢迎！我讲两句。兄弟们，我替于司令解释解释，什么是义勇军？义勇军就是保家卫国的。高密是咱们的家乡，谁要是祸祸我们的家乡，我们就跟谁抗争到底。说得对，高密就是老子的地盘，谁要是敢到这儿来撒野，老子对他不客气。于司令，哎，既然你封我为副司令，那我这个副司令就不能白吃饭。说，你想干啥？训练队伍，管纪律，学文化，都让我来负责，怎么样？往后，你们都得听副司令的话，好好训练，得守纪律。谁要是犯了事儿，落到副司令手里边，别怪我救不了你们啊！行吧？好，那我现在定几条纪律，所有人必须共同遵守。雪岩，你过来。县长，这个日本人和济南只差了一条黄河了。那韩主席挡得住吗？我听说他过河去打了2仗，败了，跟小鬼子打仗不好打。哎，那小鬼子怎么没趁胜渡过黄河呀？我猜他们是想让韩主席降。那韩主席能降吗？不能，这怎么成呢？这2年，小鬼子一直是想拉韩主席，想让他宣布山东独立。虽然韩主席和老蒋不和，可在大是大非面前，他还是顶得住的。韩主席嘛，还是一个有民族气节的人。报告，进来。赵团长和钱团长来了，他们在会客厅呢。哎呦喂，他们怎么又来了？让他们等我一会儿。是。小严，上午我给你安排那几件事啊，要尽快去办啊。那些个商家库存里这个东西啊，一定早点往这个乡下转移。还有，粮店也不能。粮库里存的粮食也尽早的往乡下转移吧，万一鬼子打来了，不能留给他们。最重要的是些老百姓，那些个老弱病残呐，尽早的转移吧。这些我早安排了，可是工作不好做呀，老百姓都不相信鬼子回来。哎呀，不好做也得做。你呢，赶紧也在乡下给我找个办公的地方，到时候咱们这县政府啊，也得搬到乡下去。哎呀，哎，你说这个老朱啊，在高密待了7、8年了，怎么混成这个样？幸亏他还和韩主席是拜把子兄弟，这要是没有韩主席佑着，在咱们眼皮子底下，他这县长这位子，做成做不成还两说呢。哎呀，也别说人家了。这7、8年，咱不是也在团长的位置上给定住了吗？哎，现在要打仗了，钱团长，你我的机会到了。这小日本可不是好打的，我倒宁可没这个机会。2位团长，哟，朱县长，朱县长，朱县长，好久不见了，快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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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坐。哎呀，这小日本啊，都打到黄河边上了。2位有什么打算啊？哎呀，那还用说吗？这养兵千日，用兵一时，国家养我们不就是为这个时候吗？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我想问问，上边对你们有什么命令吗？啊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呐，我们是高密恩惠多年，这万一鬼子来了，我们就得为高密而战。是啊，真的吗？那当然是真的。上面说了，让我们死守高密，与高密共存亡。哦，
那我要代表高密的百姓，谢谢二位。哎，谢谢，真的谢谢。当兵打仗，这保护地方是我们的责任。哦，朱县长不必客气。嗯。可是这当兵打仗，就得要人要钱呐。这么多年，我们的情况你也知道，因为我们是中央军，所以啊，这韩主席一直拿我们当贼放。该他发的粮饷，3月都有2月发不回来。这不，队伍上已经快断顿了。这万一鬼子来了，总不能让弟兄们饿着肚子上战场吧？是啊，我们团向地方上征5000担军粮。哎，朱县长，这韩主席啊欠我们账更多呀。我这个团需要8000担。8000担啊？您这个团5000担啊？这就13000担粮食啊！二位，不瞒你们说，高密这2年的年景特别不好，这粮食呢，年年欠收，没这么多粮食，真的没有。哎，过去你们也是到我们这儿来征粮的啊，不过就是100来担，最多1000担。这次为什么要这么多啊？哎，这不是欠账太多了吗？是啊，我可真拿不出这么多粮食来。要是没有粮食，你就别怪我们不抗日了。不是跟高密共存亡吗？哦，我们拿不出粮食来，难道你们就抗命？还是就没有命令？啊，朱县长，这赵团长也是一句气话。说实在的，这万一鬼子来了，这县政府不在了，我们再想征粮，就找不到人了。所以啊，就想一次把这个军粮筹足，这不都是为了抗日吗？县政府不在了，除非我朱豪三不在了。说的不就是吗？万一你不在了，我们找谁要粮食？说什么呢你？当年你一枪把我打成猪瘸子，现在要放我死你？别说当年，别说当年啊！13000担粮食啊！真得好好想想。可是二位团长，说心里话，如果你们真的能够留在高密抗日，啊，我想，我们高密的百姓，就算掐着脖子，也会把粮食给你们凑齐，不能让我们的兄弟饿着肚子去打仗吗？好，那钱团长，我们就回去等粮食吧。告辞，告辞。县长，他们又来要粮啊！一张口就是13000担呢！啊？为什么要这么多呀？我也在想这事儿，我总觉得他们俩其中有诈。这中央军一向跟韩主席不和，和您也是离心离德，县长要多加小心呐。日本鬼子就快打过来了，我们不得不寄希望于他们。再观察观察，看看再说。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来，哎，坐。怎么了？军姐，我让你管纪律，你也别真管啊。副司令，说到底不是正的，啊！我不真管，我还假管呀。哎呀，你真管行，你别往死里管呐。我跟你说实话啊，这几天兄弟们对你很有怨言。我这支队伍啊，没有人发饷，兄弟们跟着我就是混口饭吃，偷只鸡摸只狗。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算了，张豪啊，这是东北乡，是你的家乡。将来鬼子要是来了，你得依靠这里跟他们周旋。
你现在不保护好老百姓，将来谁庇护你？你说的有道理。我自己犯贱，我又找一人骑我脖梗子上拉屎。你赔俺的牛！你赔俺的牛！嚷嚷啥呀？牛啊！偷了俺的牛，赔俺的牛！这位大哥，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他们偷了俺的牛，还把俺的牛给杀了，俺们全家就指望他了，没了牛俺可咋活呀？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哭鸡尿嚎的了，不就是头牛吗？我赔你4个大洋。啥？赔钱有啥用？哪找这么现成的牛去？嘿嘿，4个大洋你还不满意啊？那要不这么着吧，我让弟兄们把牛骨头给你拼吧拼吧，完事你先走。先走啊，先走啊！正好，咱们是义勇军啊，还是土匪？义勇军。那这事儿就不能这么稀里糊涂的过去。按照咱们义勇军的纪律，偷老百姓的牛，轻者关禁闭，重者挨鞭子。不是，这才刚开始，兄弟们得适应适应。不行，军纪严明才能管得住队伍，这都是你定的规矩，你应该带头遵守才对。大家可都看着呢。谁干的？他偷的，不是我亲爱的大哥，他杀的牛，他杀的牛。你们俩站住了！我哪说哪弄的牛？我不管你们花多少钱啊，买头牛给人家送去，完事儿找张副司令，该咋罚咋罚。咱们现在是义勇军，跟以前不一样了。这牛肉你们都吃了？吃了。我给吃了。吃完这顿，饿3天。